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决定明治维新命运乃至日本命运的岩仓使团。岩仓使团回国以后呢，日本政府很快就根据使团出访的成果，推出了富国强兵、殖产兴业、文明开化这三大政策。富国强兵、文明开化都好理解，那殖产兴业是什么意思呢？殖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发展扩展的意思，所以殖产兴业的意思是发展经济生产，实现工业化。这也是三大政策中呢最基础，当时日本政府最重视的政策。那日本在这方面成功没有呢？我们看一下数据，从1874年这些政策全面推开，到1912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，38年间，日本的制造业产值呢增加了将近4倍，纺织业产值增加了将近15倍，钢铁产值增加了26倍，机械制造增加了62倍。你看啊，这个增长率啊就很高了。再从占比来看，制造业占 GDP 的比例呢，从原来的 5% 上升到了 15.6%， 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呢，从原来的 3% 上升到了 31%。这说明啊，殖产兴业这项政策是成功的，不仅让日本经济呢在量上面得到了快速的扩张，而且在质上面也有了飞跃。从原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国家。要知道啊，在近代史上的亚洲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日本一家。那问题也来了，日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回答的问题。很多学者研究明治时期日本经济的时候，都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就是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，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很强大的工商阶层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就要说到之前的江户时代了。我们在第7讲啊提到过，江户时代的日本严格规定所有人的等级和身份，不许人们干身份限制之外的事情。像地位高贵、掌握政治权力的贵族和武士呢，就不能参与商业，因为这个属于低贱的行业，只能由低贱的商人阶层来做。不过有意思的是啊，这种限制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，那就是把政治权利和商业利益隔离了。你看，武士有政治权利吧，但他们不能进入商业领域，所以日本商人的社会地位啊虽然很低，但他们在商业这个特殊的领域之内呢，却有相当大的话语权，不用担心贵族或武士阶层进来和他们争抢利益，所以呢，反而发展起来了。时间一长，江户时代的日本呢，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而且掌握大量财富的商人阶层。他们手里的财富多大呢？有研究认为，美国佩里舰队到来之前呢，商人阶层掌握的财富占日本全国财富的 85% 以上，远远超过贵族和武士。所以当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，实际上日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商人阶层。不可否认，这对明治时期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呢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。讲到这里呢，就得说一下岩仓使团中的一个重要成员，就是我们前一讲提到过的大久保利通。他回国以后啊，就成为日本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总负责人。他的主要政策思路就来自欧美考察的2项经验：一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2是发展工业，特别是制造业。但具体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模式选择或者说道路选择问题。要知道啊，欧美的工业化道路几乎全是靠民营企业，走的是自由经济道路。那日本是不是也要和这些国家一样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大久保利通的思路啊很清楚。他考察欧美的时候，最崇拜的是英国工业化的成就，最想学的也是英国。但他认为啊，日本在发展模式上不能学英国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国情不一样。按他的说法，日本民众气性薄弱，整个国家呢民智未开，民业未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本政府必须担任引导者的角色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国家和人民的贫富呢，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，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于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。所以呢，要自上而下的推动经济。事实上啊，日本政府也是这么做的，而且力度非常之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的资源分配。
当时日本政府负责直产兴业的是3个部门，分别是大藏省、工部省和内务省。其中呢，大藏省主要负责融资和资金调拨，工部省主要负责铁路、矿山和机械制造，内务省主管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。那在明治维新初期，这3个部门基本上成了日本政府最重要的部门。他们占了多少财政资源啊？这3个部门的经费占到了当时日本政府全部经费的 41%， 人员占到 53%。这种极度优先的资源分配比例，就说明明治政府对于发展工业和经济呢，不光是全力以赴的问题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在孤注一掷。那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呢？首先当然是基础设施，重点是修建铁路，这也很好理解啊，因为铁路修建需要的投资规模大，回本的周期又长。当时日本民间资本呢普遍不敢投，所以日本最初的180多公里铁路全部是政府投资、政府经营。其中第一条铁路，也就是东京到横滨的铁路通车的时候呢，日本明治天皇还出席通车典礼，而且呢邀请一些国外高官上车体验首次火车运行，军舰还鸣放21响礼炮。那从这些细节安排，你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政府对铁路建设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视。政府推动工业化的第2个重点是兴办制造工业。当时下力气最大的是2类企业，一是和军工相关的，比如像造船厂；另一类呢是劳动密集型的纯民用企业。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日本富冈的深四工厂。办这家工厂，日本政府投了20万日元要知道，在当时是笔巨款。日本那一年全国的出口总额才1700万日元。此外呢，日本还从法国专门进口最先进的机器，雇佣了400名女工。要知道在当时的日本，这样一家工厂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属于超一流的，绝对是示范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一类工厂还真的有个名字，就叫模范工厂。意思是呢，日本政府希望先把这些工厂办起来，好给民间资本立个榜样，然后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发展。从这些例子你也可以看到，明治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和工业发展，它是直接入场的，而且呢，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精力，对工业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。不过，如果只讲到这里明治维新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显得那么特别。你想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候，清政府也搞过一些官办企业。这里真正特殊的一点就是，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经济投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那就是引领民间资本。一旦这个任务完成，也就是民间资本跟上了以后，政府是要从经济运行中退出的。实际上，明治政府真正全力投入基建和制造业的时间不到10年。1880年，日本政府颁布了官业下放令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原来政府经营的产业大量转卖给民间，让私营企业来经营，政府要退出了。如果说一开始日本政府直接入场经济领域的力度巨大的话，那日本政府这一波退出的力度同样很大，给了私营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。就拿铁路建设来说吧，日本政府不光是允许民间资本修铁路，而且呢，在第一个私营铁路工程的时候呢，政府直接免掉了私营企业修铁路所用的土地的租金，这相当于是白送了企业一大笔资金。此外呢，政府还出面担保，让所有参加项目的股东每年可以拿到本金 8% 的利息。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确保私营企业能够从市场上筹到足够的资金，然后呢，给全国树立一个成功的先例所以你看，这个力度确实可以。那效果如何呢？应该说，日本政府这一波退出政策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还是以铁路为例因为在政府的精心保护下，第一个私营铁路项目呢非常成功，这就引发了日本全国性的铁路投资热潮。就在明治政府颁布官业下放令10年以后，日本的私营铁路长度呢已经超过了官营铁路，20年以后更是达到了官营铁路的3倍。整个日本的铁路运输和相关制造业也因此迅速发展。
到1912年，也就是明治天皇去世那年，第一辆完全由日本企业自己制造的蒸汽火车呢开始上路，这就标志着日本铁路业完成了一个飞跃。好，这一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。总结一下，岩仓使团考察回国以后，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、殖产兴业、文明开化3大政策，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的初步转变。其中明治政府适时的入场和退场扮演了重要作用。入场时期，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兴办制造工业。退场时期，日本政府呢通过减免租金、出面担保等方式，给予私营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和工业化发展中，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无论是他的入场还是退出，都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力。不过呢，我这里要补充一句啊，凡事都有利弊，日本政府这些做法呢，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，那就是日本的财阀由此出现。这个也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。